俄军阵地要被全自动攻占了。乌军计划放出2.5万台机器人替代前线士兵。不仅如此，乌克兰无人机还在顿涅茨克市中心大摇大摆地逛街。苏27更是直接把俄军指挥部炸上了天。克里米亚方向，乌军的战绩更是耀眼。乌克兰击中克里米亚3艘军舰，重创俄4座电油厂。最近的乌俄战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前线兵力不够用，普京又把主意打到了好兄弟白俄罗斯身上。白俄在边境修路架炮，还狂征预备役，难道真要亲自下场趟这趟浑水？根据战争研究所与双方战报来看，最近这几天乌俄前线的态势相当热闹。简单来说，就是乌军在多个方向往前推，俄军不仅没捞着什么便宜，甚至还在家门口挨了一记闷棍。先来说说战况最激烈的红军村方向。前段时间，俄军还信誓旦旦地宣布自己已经完全占领了红军村，但是接下来就不好说了。4月中旬，乌克兰空军杀了个回马枪，一架苏27战斗机飞抵红军村附近的罗登斯克，二话不说，直接把2枚精确制导炸弹扔在了俄军的临时指挥所头顶上，画面相当震撼，大楼瞬间被夷为平地。这一下不仅端掉了一个指挥部，还直接打掉了俄军后续集结的念想。除了天上的战机，乌军的无人机更是杀疯了。乌军国民警卫队第1亚速军团的无人机部队甚至直接高调宣布，我们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的制空权，已经可以在顿涅茨克市中心上空大摇大摆的盘旋。那些原本安全的俄军大后方，比如戈尔洛夫卡，现在全成了乌军无人机的猎杀区。乌军发言人更是放出狠话，以前你们觉得安全，从今往后你们连个安心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不过讲道理，无人机用来切断俄军补给线，性价比确实高，但想要彻底把俄军的后勤焊死，光靠这点小飞机还是不够的。乌军目前最需要的还是赶紧把榴弹炮阵地支起来，大口径火炮洗地，杀伤力比无人机强太多了。在苏梅边境面对俄军的大规模强攻，乌军边防部队没有死磕，而是选择战术后撤，稳稳守住了新防线。最有意思的是库皮扬斯克，乌军主力刚刚去支援北线的沃夫昌斯克，俄军一看机会来了，想趁着防线空虚大举进攻，偷几个阵地。结果乌军步兵反应极快，立马回头又把阵地抢了回来。目前双方还在那几个山头上疯狂拔河，谁也不让谁。不仅如此，俄军还想在库皮扬斯克玩小股部队渗透，结果乌克兰第77空降旅的伞兵根本不给机会，连交火线都没摸到，就被提前发现并按在地上摩擦了。随后乌军无人机顺藤摸瓜，直接炸瘫了俄军的通信系统。这下好看了，俄军连个麦都开不了，指挥全乱套了，只能各自为战。不过要说这几天乌军战果最大的还是南线。卫星图像显示，库班以西的乌军已经拿下了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市区的大部分地盘。别小看这几个地方，一旦这里的城市防御带丢了，躲在野外战壕里的俄军就惨了。不仅防线会被挤得变形，补给线也会彻底暴露在乌军的火力下。到时候压力一传导，整条防线崩溃，也就是时间问题。可以说，乌克兰现在就是在故意做局。同时，在南部更深处的扎波罗热，乌军第225突击团还在继续往前推。顺带提一嘴，乌军第414旅大名鼎鼎的马扎尔之鸟又干碎了俄军一套 TOS-1A 重型喷火坦克。算上这台，俄军在短短3天内已经连着丢了5套重型火炮系统了。如果说上面的战况还属于传统范畴，那么乌克兰接下来的操作多少带点科幻片的感觉。4月中旬，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表示，在2026年上半年，乌克兰国防部要采购2.5万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这是2025年采购量的2倍。乌克兰现在的目标就是将前线100%的后勤工作全部交给机器人去干，人类士兵以后就待在安全的后方敲键盘吧。对于这一点，火力军并不怀疑。仅仅是3月份，乌军的地面机器人就跑了9000多次后勤和撤离任务。到了2026年第1季度，这个数字飙升到了21500次。无论是送子弹、送饭，还是把伤员拖下火线，甚至是排雷当移动炮塔，全被这帮机器人承包了。在此之前，我们也聊了，乌军依靠无人机与机器人零伤亡拿下一个俄军阵地。接下来这种场景恐怕会越来越多。费多罗夫表示，他们现在的核心思路就是低成本、高效率，用便宜的无人装备去消耗对面的有生力量。目前，乌克兰光是搞国防科技的公司就已经超过了280家，各种战斗机器人、排雷车、自动炮塔层出不穷。面对乌军这种降维打击式的打法，俄军现在绝对是一个头两个大。以前打仗拼的是人海战术、钢铁洪流，现在你连对面阵地上到底有没有人都不知道。就结果来看，乌军正在用一种更加现代化，甚至是极具性价比的方式在消耗俄军。对于俄军来说，如果找不到应对这套无人化战争的方法，以后的仗只会越打越痛苦，给机会都打不进去，甚至连真人的面都见不着，就被俘虏了。
火力军建议俄军前线士兵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睁一只眼，毕竟不知道哪天半夜就会有一条挂着机枪的机器狗悄悄摸进你的战壕。眼看撑不了太久，俄罗斯开始疯狂搞事情。根据俄罗斯生意人报自己的爆料，俄军现在正在扎波罗热的占领区疯狂挖矿，挖的是世界5大锰矿之一的韦利科托克马克锰矿，这玩意儿储量高达17亿吨。不仅如此，俄军还在卢甘斯克挖起了金矿，把乌克兰的矿产资源直接往自己兜里揣。这吃相，火力军只能说懂的都懂。另一边，乌军在克里米亚又取得了光辉战果，连炸俄罗斯3艘军舰，连俄军看家护院的伊斯坎德尔导弹阵地都给掀了个底朝天。乌军的无人机已经把俄军大后方炸成了前线，逼得列宁格勒州州长赶紧摇人，连退伍老兵都被拉来签卖身契打无人机。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消息，乌军在克里米亚上演了一波教科书级别的声东击西。先是放出一群无人机当诱饵，大摇大摆地飞向克里米亚的米日西里亚。俄军一看，赶紧开火拦截。结果就在俄军火力全被吸引过去的时候，乌军真正的杀招——精确制导导弹呼啸而至，直接砸向了当地的2个伊斯坎德尔导弹基地。这一通组合拳下来，现场传出剧烈连环炸，显然是仓库里的弹药被点燃了，引发了2次爆炸。基地里到处是腾空而起的火球，场面比过年放烟花还要刺激。这还没完，仅仅过了半个小时，克里米亚大桥附近的 S-400防空阵地也冒出了火光。紧接着，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老家也传出了爆炸声。如果再加上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的俄战区，短短24小时内，包括油库、导弹基地、防空系统在内，足足16个高价值军事目标全被乌军按在地上疯狂摩擦。火力军只能说，这波堪称乌军近期发起的最大规模远程打击。俄军的后勤大动脉算是被狠狠砍了一大刀。提到了克里米亚，就不得不说说俄军那支快被打成黑海陆战队的舰队了。这几天，乌军对克里米亚连放4波大招。根据图片报和乌克兰安全局的报告，乌军阿尔法特种部队又逮住了3条大鱼。大型登陆舰亚马尔率先挨了一发入魂，紧接着登陆舰亚速也未能幸免，还有一艘连名字都没报上来的倒霉军舰也挂了彩。对此，俄方频道依然是死鸭子嘴硬，表示军舰只是被击中，绝对没有被击毁。但这套说辞，火力军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开战到现在，黑海舰队已经在海里攒了一支水下分舰队，从曾经威风凛凛的旗舰莫斯科号，到9艘大型战斗舰、6艘巡逻舰、6艘支援舰，甚至还有1艘潜艇和几十艘小快艇，全部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无人艇和巡航导弹送去喂了鱼。再这么炸下去，黑海舰队可能连个能出海的澡盆都不剩了。不仅是克里米亚，俄军现在连大后方也保不住。俄军4座核心能源设施被炸得黑烟滚滚，包括萨马拉州的2个炼油厂、列宁格勒州的石油终端，还有克拉斯达诺尔的油泵站。这高频率的打击直接把莫斯科逼急了。最有意思的当属列宁格勒州，面对乌克兰无人机没日没夜的骚扰，州长德罗兹登科破防了，在视频里呼吁大家咬紧牙关，甚至把远离战场的列宁格勒定性成了前线地区。这你敢信？连前线108000里的地方成前线了。为了保住乌斯季鲁加与普里莫尔斯克这2大港口，当地开始疯狂摇预备役，组建了80多个机动防空小组，甚至鼓励退伍老兵、有战斗经验的当地大爷赶紧来报名，说是签个2-3年的合同，保卫老家的工厂。但火力军要提醒一句，按照俄国防部的规定，这合同一旦签了，那就是自动续约到战争结束，想跑没门。州长虽然硬撑着说2026年已经拦下了243架乌克兰无人机，但这显然没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安全感。就连停在圣米德堡附近海军基地的柴电潜艇，现在都得在头顶上焊个反无人机钢网，这场面看了都觉得魔幻。在俄罗斯这边，最近还有一个消息，俄罗斯知名军事专家建议把本国核心军工产能全部搬到乌拉尔山脉以东。只能说俄罗斯也有明白人，他们之前吹上天的战争红利，什么军工刨兵越大越富，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场面话。俄罗斯军工现在处境很难，前线的窟窿太大，战场的消耗早就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前线天天催着要弹药，后方的军工厂根本忙不过来，加上美欧一层叠着一层的制裁，导致关键零部件直接断供，设备老化，产能不足的问题集中爆发，厂长把鞭子抡冒烟，机器转不动也是白搭。最致命的还是天天挨炸，俄罗斯西部的关键军事设施屡屡遇袭，军工厂继续摆在西部的结果就是今天油库起火，明天车间冒烟，再不搬估计连造子弹的机床都要被炸上天了。不过话说回来，把庞大的核心军工体系进行搬迁，不是搬家打包几个纸箱子那么简单。无论是搬迁成本，光是这期间耽误的生产进度，俄罗斯就根本承受不起，这就很纠结了。搬家的话浪费时间还费钱，不搬的话整天挨揍，就看普京怎么选了。
就火力军来说，俄军现在面临的局面相当被动，前线补给线被乌军无人机掐着脖子，后面炼油厂和导弹基地被当成活靶子。乌克兰把不同战场的行动结合起来，无人机诱饵加导弹洗地的战术一套接一套，这大后方的高价值目标已经成为乌军的经验包。指望大爷们端着步枪把漫天的无人机给打下来，俄罗斯恐怕想多了。另一边，白俄或许也要参与乌俄战争，开始在边境疯狂屯兵。只是这个浑水，卢卡申科真的要趟吗？很早之前我们就聊过，现在俄军面临一个极度头疼的问题，人手不够。虽然俄罗斯不停地从预备役摇人，但填进去的速度赶不上前线消耗的速度。这时候，俄罗斯就把目光投向了最铁杆的盟友白俄罗斯。乌克兰情报部门看得一清二楚，白俄罗斯不仅在边境集结军队，居然还开始修建通往乌克兰领土的公路，甚至连炮兵阵地都给架起来了。这阵仗摆明了是接到了莫斯科的死命令，准备配合俄军接下来的夏季攻势，在北部给乌克兰施加军事压力。更有意思的是，卢卡申科最近大笔一挥，签了个法令，要求27岁以下没服过兵役的预备役军官通通换上衣服进军营，直接被紧急拉去军训。这波操作把白俄当地人吓得够呛，都觉得普京这是把卢卡申科忽悠绝了，竟然愿意当炮灰。面对白俄在边境的反复横跳，乌克兰一点都不惯着。泽连斯基和瑟尔斯基直接摊牌，乌克兰已经通过外交渠道严重警告了白俄高层，并公开发表声明，最好别轻举妄动。泽连斯基指出，白俄搞出这么多动静，原因越来越明显，这就是莫斯科兵力捉襟见肘，试图重组军队的无奈之举。乌克兰连俄罗斯都扛住了，还能怕你白俄罗斯在边境敲锣打鼓？乌军早就在北部防线准备好了，就等你来送。他还拿委内瑞拉的事件当反面教材，警告卢卡申科别一步走错，满盘皆输。除了警告白俄，泽连斯基还戳穿了俄罗斯天天挂在嘴边的缓冲区战术。俄罗斯不仅想在乌克兰的切尔尼戈夫和苏梅搞缓冲区，甚至想把白俄边境以及德涅斯特河沿岸都拉进来搞事情。但说白了，这都是俄罗斯想掩饰自己主攻方向受挫的借口。俄军真正想啃的硬骨头其实是顿涅斯克。俄罗斯领导层极其自信，给自己定了个 KPI， 计划在4月底前拿下包括红军村在内的几座关键城市。结果呢，时间到了，俄军连个门槛都没跨过去，泽连斯基直接开启嘲讽模式。这又不是他们第一次给自己定那种根本完成不了的死线了。战线推不动怎么办？俄军的老套路又来了。根据战争研究所的分析，进入2026年以来，俄军没能夺取前线的主动权，于是莫斯科就开始利用所谓的停火期来搞小动作。表面上是过个节，比如之前的复活节停火，实际上呢，后方兵工厂疯狂加班，囤积导弹和无人机。等节一过，直接几千枚防区外武器砸向基辅等城市，企图用这种极限施压压垮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不过很明显，基辅没那么容易被压垮。总的来说，现在的局势非常微妙。对于白俄罗斯来说，现在的处境相当于被架在火上烤，大哥在前面挨揍，你不搞点小动作交代不过去。但真要跨过边境线亲自下场，借卢卡申科10个胆子，估计也要仔细掂量掂量。毕竟现在的乌军可是身经百战的火药桶，谁碰谁死。火力军估计，白俄大概率还是只会在边境修修路、架架炮，搞点大规模军演，帮俄罗斯牵制一下乌军兵力就算了。毕竟只要自己不越界，就不会挨炸。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卢卡申科会怎么选？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